听着是不是有点像全球自杀手册？这本手册里的内容啊，简直可以用信心满满、胆大包天来形容。可以说啊，川普这回重启地球就是照着手册来的。难道美元真的要开启老赖模式了？俗话说啊，步子迈太大，容易扯着蛋。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，川普的关税政策到底能撑多久？你能想象吗？美国会不会用老赖套路搞垮全球经济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欠了36万有还不起，你会不会直接删好友、拉黑债主？现在美国就站在这个疯狂抉择的十字路口。话说，全球新晋万税爷特朗普坐镇白宫，挥动关税大棒，喝道：“天下苦美久矣，今日起，凡入我境者，须纳对等税。”此乃美国经济独立宣言。话音未落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快马加鞭，线上降税书。大哥，小弟愿自费关税壁垒，绝无顺差。特朗普抚掌大笑，善，此乃负荆请罪之典范。再看东瀛日本，首相石破茂急修国书，愿与君共创贸易黄金时代。欧盟冯德莱恩更现零关税锦囊，特朗普却冷笑，此计尚欠火候，再加30%诚意。诸位看官，此情此景，岂非战国策中连横破合纵？只可惜关税底下无盟友，唯有利益是永恒。镜头转向东方，青岛港千帆竞发，中国商务部羽扇轻摇，美方34%关税，吾辈还以34%，若再犯，必以50%回敬。特朗普拍案而起，数字感耳，再加50大板，双方剑拔弩张，恰似三国虎牢关前吕布战三英。华尔街众豪杰见状，急得如热锅蚂蚁，主攻三思。股市已跌去双成，万税爷白眼一翻，跌至几何？蠢问题！忽有谣言起，关税延迟90日，美股闻讯狂飙2.4万亿，怎奈白宫一盆冷水？假的，接着跌。此等戏码，真应了老子那句：福兮祸所伏，韭菜割不尽。特朗普帐下谋士纳瓦罗于《金融时报》挥毫泼墨，此非谈判，乃革命也。诸国欺我数十载，今当连本带利还。更有密文流出，海湖庄园密谋弱美元。萧中楚、预校张仪连横破纵，却遭米兰矢口否认。看官们且细品，此计暗合36计中浑水摸鱼，借关税乱局，重塑美元霸权。然则美元若衰，美债如山崩，岂非搬石砸脚？恰如商鞅变法，虽强秦于一时，终落得五马分尸。回溯美利坚关税史，麦金莱、胡佛之流皆以高关税救国，反之大萧条。尼克松休克疗法，美元崩盘。小布什刚旅税，自损20万港。今特朗普再计此数，恐成史记所载，后人哀之而不见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兄弟们，好久没有开国际玩笑，呸，好久没有聊国家大事儿。今天啊，赶紧来补一补。今天咱们继续谈一谈那个史诗级的话题，让美国再次伟大。首先啊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苹果手机涨价35%，你们还会买吗？或者说，如果笔记本电脑一涨再涨，你会不会说算了，我还是继续用我的老款，或者我换国产机？你看。这一波关税政策意味着很多硬通货，从牙膏到肥皂，从手机到笔电，啥都可能涨价。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能怎么办？赶紧囤货呗。而这就是川普的关税套路之一，让消费者都提前准备好，等着关税发力。但你能囤多少？家里能放下多少牙膏跟肥皂？你用完以后，难道该涨的就不涨了吗？言归正传，列位可曾见过这般骚操作？那川普老儿左手捧着管子轻重论，右手耍着三国连环计，竟将关税玩成了草船借箭。您道如何？这一刀砍下5州震荡，这明面上是10%的基准关税，暗地里却藏着对等关税34%的袖箭。这好比张飞绣花粗中有细。那跨境电商的800美元漏洞，深深给堵成了铁桶阵。川普这招基准关税10%加对等关税叠加，堪称连环计，一石三鸟。
表面砍得火星四溅，实际上暗算了9.2万亿美元的国债，关税进账7000亿美元，恰似草船借箭。美债利率应声下跌，报审利息500亿。马斯克日砍18.9亿赤字，更上演现代版壮士断腕，真可谓刀刀见血。中国商品税标志了65%，加上20%芬太尼关税，加30%是对等关税，加11%301条款，连跨境电商800美元的免税漏洞都被堵死，转口贸易的路径通通封死，出口利率遭恐龙灭绝式的腰斩。再看它的豁免玄机美加墨协议内商品免死金牌护体，钢铝汽车关税另起炉灶，半导体、药品、黄金等关键物资都成免战牌。贫道夜观星象，见太白逆行，此乃亢龙有悔之兆。果不其然，富国银行掐指一算，美元恐要玩缩骨功，最多暴跌11%。再看美国踢到了钢板，被全球反击，谁才是真正的大冤种？诸位且看这关税大喷发后的天下格局：中国1/4出口遭封杀，东南亚转口路径尽毁，5%利润率的中国制造面对65%关税犹如刀尖舔血。再看欧盟困兽虽然放狠话要反制，奈何2356亿顺差攥在美帝的手中，冯德莱恩的强硬反制恐也成叶公好龙。还有东南亚的乱战，越南46%，柬埔寨49%的税率封死了转口，东盟内部或将上演2淘杀3世。拉美观望，巴西10%税率暗藏谈判的空间，墨加豁免条款反而显出远交近攻的迹象。但是懂的都懂墨西哥跟加拿大在美国董王嘴里是个什么角色？你以为这就完了？短短24个小时以后中国直接甩出3记重拳，全美商品加税34%，对，是全部，所有。向 WTO 直接起诉美国违规，这规则可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。同时也拉黑了多家媒体，精准打击科技霸权。更狠的是这消息一出，美国3大股指预期直接雪崩3%，连华尔街都哀嚎连天呀！这顿操作，川普政府纯属自残。中国反制只是开始，法国部长直接开怼，贸易战没人能赢，原话奉送。而美国自己呢，企业多花4330亿美元，关税成本全部转嫁给了消费者。我只能说，让 TikTok 赛博大队长的那波同志们，以后怎么过这个日子呀？这通胀飙到了3.5%，买个汉堡都比去年贵了一大截子，经济衰退概率暴增到40%，目的警告，自作孽呀！更讽刺的是，这场面跟1930年斯姆特获利关税法引发的大萧条简直复制粘贴呀，连国会山报都吓懵逼。4月2号，美国经济史上最黑暗的一天。你知道吗？中国政府有人祭出一套强美元治逆差论，实乃颠倒范蠡既然之策。看那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，就好比一把双刃剑，一下子把全球市场弄得是乱七八糟，大家都觉得头大，感觉有点像东风吹战鼓擂那样，一片紧张。可是这关税只不过是开胃菜，川普下一步要走的才是大餐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就藏在一位关键人物的施政蓝图里。这位人物就是白宫经济顾问米兰。你问米兰是谁？别急咱慢慢道来。米兰可不是意大利那位时尚之都的名字，他可是哈佛经济学博士，做事可不马虎。他最近出了一本厚厚的报告，名字高大上，重建全球经济体系手册。听着是不是有点像全球自杀手册？这本手册里的内容简直可以用信心满满、胆大包天来形容。可以说川普这回重启地球就是照着手册来的，告诉我们美国要摆脱不公平的全球经济体系，打破现有的经济秩序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世界经贸格局。那么米兰的第一步是什么？大家猜猜看。是的，没错，就是对等关税。没错，就是拿着你的关税，我也关税的姿态来解决问题。先让所有人都平起平坐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？川普果然听话把米兰当做了新风向标。但是接下来才更有意思。报告第二步竟然提出了让美元贬值，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儿。毕竟大家都知道，美元是全球最强的货币，川普真的会让它走弱吗？难道美元真的要开启老赖模式了？米兰告诉我们，世界都要美元，大家都在抢美元，导致美元太强。结果呢？
美国出口困难，贸易逆差越来越大，简直是买，钱反而越来越少。那么该怎么办？答案就是让美元贬值，推低美元的价值。这招一出可能会让大家瞪大眼睛。喂，川普，你居然会照着干吗？但问题来了，美元真的是那么容易贬值的吗？正所谓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美元的强势背后世界各国早就准备好对策。其他国家如果开始跟风贬值，那么美元难道就会继续贬值吗？答案可能会让你失望，因为避险情绪一来，大家抢美元的热情只会让美元更强。果然，经济学原理远比你我想象的更复杂。而且川普在追求贸易顺差的路上，美元贬值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麻烦。美国如果让美元贬值结果可能就是大家都不想要美元。那美国的债务怎么办？美国的公债谁买？这可能不仅会让美国的经济走向崩溃，还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混乱。就像易经里说的，动静不定，时机难得。看来川普要调整世界经济秩序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在这里我们还得引用一下中国的国学智慧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正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现状。美国如果要彻底改变全球经济体系，那就得付出代价。就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你既想要强势美元，又想要贸易顺差，那可真是鱼跟熊掌你都想要，真可谓是个难题。俗话说步子迈太大，容易扯着蛋。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，川普的关税政策到底能撑多久？根据民调，川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3%跌到37%了，简直是越走越偏，政治压力山大。而且别忘了，美国国会现在已经有不少共和党议员开始跳出来反对川普，这对他来说可是难上加难。如果这种反对声音越来越大，川普的任何政策跟法案都可能很难通过，那岂不是关税大战提前熄火？可见这场关税攻势可不是经济战，更是一场政治博弈。而且川普的关税政策最根本的问题是你把外围都给掐死，那么美国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生产力来解决这些问题？答案显然是没有。就算有资本家愿意投资建厂，光是建厂的时间就遥遥无期。而且在美的这么贵的人力资源下生产的产品能便宜得了？恐怕也不一定吧。那么美国到底会不会用老赖套路搞垮全球经济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欠了36万亿还不起，那么你会不会直接删好友，拉黑债主？现在美国就站在这个疯狂抉择的十字路口。6五玄关锁五州，豁免令你藏权谋。草船借箭计中计，缩骨美元仇复仇。风转口断物流，九霄阴损落荒丘。春雷惊破山木梦，始信东风胜吴钩。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，点赞订阅不迷路，下期再见。